视频、分享视频以及视频关注进入到主播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各位老铁们、各位新朋友们、各位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聚焦国际热点，关注身边生活。大家好，这里是御林军61军团直播间的现场，我是大家的军团长，也是主持人苏玲啊。每天晚上5点半准时在直播间跟大家相见，开启轻松愉快的夜晚，非常开心呐！今天不仅是消息大，而且今天有好礼相送啊，老铁们啊，有个龙年纪念的，就是在大象的那个生活的地方，然后干的一个茶，今天给你们送礼啊，直接给你们挂幸运星，好不好？你们稍稍等等啊，等我把新闻讲完的。第一个新闻大家我今天都在关注，说怂啊，伊朗为什么不干呢？对不对？今天咱们第一个确实要讲中东了啊，因为什么呢？伊朗政府确实突然间宣布说什么呢？就是这边不是以色列和那个巴勒斯坦不是要和谈了吗？对不对？然后呢，就说会那个怕这边轰炸呢，会影响那边8月15号的巴以和谈。于是呢，伊朗这边就宣布了，说要暂时的终止行动。老铁们，这什么意思呀？难道真像大家说的他认怂了吗？是不是这次不再对以色列搞轰炸了吗？大家觉得伊朗会动手的，给我扣波1；说伊朗不会了啊，说废了，给我扣波2。另外，家人们啊，咱插一句嘴，这个消息我不跟大家讲，因为太小的消息了，是不是啊？就一句话带过，但是我得给大家说。话说这个以色列要跟巴勒斯坦和谈，但是你知道吗？就在今天，以色列再次对加沙南部地区有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容纳了个4000来人吧，再次轰炸。炸死了好多难民，这是要和谈的态度吗？这是要和谈的状态吗？对吧？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老铁们，要说整个世界关注2个焦点，第一个焦点伊朗啥时候干，第二个焦点俄罗斯咋的了，对不对？对不对，老铁们？把俄罗斯咋的了这几个字给我扣公屏上。我这2天看俄罗斯的信息我都看懵了，真是我都看不懂了。咱说虽然咱也不是什么军事专家，但是咱讲这个俄乌冲突，咱就讲将近2年多，快3年了。这叮当456怎么干到人家本土去，到现在没结束啊？对不对？什么概念呢？就说俄罗斯这次可能真有点拉这个裤那兜子了，对吧？乌军这次居然谁都想不到。你们想想，老铁们啊，就是我说这个事儿，你们觉得成立吗？乌克兰跟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打仗呢，对不对？哈尔科夫叮当456干着呢。赫尔松这边也没闲着啊，第聂伯河那边呢也没闲着，对不对？像那个什么基地了，那个乌克兰，对吧？那个不是巴赫穆特，叫什么玩意儿的那核基地那块也没闲着，甚至敖德萨也都在打着。你就想想啊，乌克兰现在都已经第多少轮了？15、17、18轮增兵了，增不上来。突然间扩了400万的人，就告诉他说我还有400万人可以死。这个时候前线的精锐部队差不多没有了，对不对？那么问题来了，家人们，脑筋急转弯啊，咋的？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呢，还是咋的？天兵天将啊！突然之间，在俄罗斯这边干过去2万人。2万人，兄弟们，你想想，而且今天最新的消息啊，乌军又派了一个旅干过去了，增援啊！而且乌克兰还不要紧，最夸张的什么呢？北约 F-16还有北约几千个士兵也同时干到俄罗斯本土作战了。我的个妈，这什么情况啊？这是哪儿来的人呢？咱就不知道啊！你突然间生出来，你也生不出来这么多，嘎一下就长大了，长20来岁。你直接干到俄罗斯本土去了，而且俄罗斯今天啊干了个什么事儿呢？直接在他们的本土投放微压弹。但是问题什么呢？就是你这么整，你真能挡得住乌军吗？乌军这帮人哪儿来的呀？对不对？为啥俄罗斯收拾这帮乌军这么困难呢？那这是第2个问题。第3个问题啊，我告诉你，咱们一直分析说，如果要是说第3回合的 battle， 对吧？整个世界第三轮。啊，这个大家一起叮当456，那我们分析说肯定在中东啊，是不是啊？说为什么呢？中东这个地方太容易扩散了，因为现在呢，整个什么伊朗啊，包括什么黎巴嫩呐、约旦、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几乎还有土耳其啊，几个4个小王爷，包括整个七七八八全要下场了。但是呢，今天我看了一个消息之后，首先塞尔维亚今天乱了，有人知道不？塞尔维亚搞政变啊，乌泱泱全人。他乱了。第2个谁呢？今天我起的题目，为啥我今天题目不是伊朗呢？因为我觉得欧洲这个事儿更大。白俄罗斯从我们说2022年开始的吧，是不是啊？2月24号到现在将近3年了，这是第一次非常危险。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突然间宣布了，说由于乌军开始对白俄罗斯空域进行入侵，
你想想啊，所以说白俄罗斯全军呐，家人们可不是一部分，也不是瓦格纳，也不是说俄罗斯干过去的这些兵，是白俄罗斯全军进入到1级战备状态。而且这不是最夸张的，最夸张的是几十架战斗机，包括直升机，直接干到跟波兰包括跟乌克兰接壤的边境了。这是什么情况啊？是乌克兰要两线作战呢，还是白俄罗斯借此要帮俄罗斯呢？对不对？这是第3个话题。还有呢，老铁们，今天要我说大话题太多了呢。第4个话题啊，美国曝光了，说俄军的伊尔76运输机直接干到了伊朗的首都啊，运走了几百枚的导弹去应急。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俄罗斯已经到了要求伊朗帮忙的态度了吗？这个程度了吗？我觉得有点就是难以置信啊。咱们先分析分析，还有什么呢？也是中东这边，叙利亚家人们，要我说呢，就特别奇怪，这2天事出反常，事出反常的必有妖啊，对不对？什么反常了呢？我们都知道，从去年的10月7号到现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到现在啊，巴以冲突这么长时间了，很多中东国家呢，就是下场的下场，表态的表态，吱声的吱声，看情况看情况，对吧？这里面呢，一直我们都说，就是在中东这个地方，不管谁跟谁干起来啊，倒霉的永远是叙利亚，而且叙利亚呢，一直是软软趴趴的，是不是？也不敢什么行动。今天突然间他腰杆子硬了。你说事出反常不？而且竟然公开反话要干啥呢？说要求美国人赶紧给我滚出叙利亚。我跟你说，这活久见呢，活这么长时间没见叙利亚这么硬气过。而且人说了，如果你不走，就对整个驻叙利亚的美军展开军事行动。我的个妈呀！要不知道的都以为这是俄罗斯说的话呢，谁能知道这是叙利亚说的话呀？而且兄弟们，我告诉你，人家不但说话了，人家真动手了。就这话音刚落，话都没落地上呢，驻叙利亚的美军立马遭到大规模的袭击了。这是巧合呀，还是叙利亚政府咋的行动了呀？是不是？而叙利亚哪儿来的勇气呢？咱就说，现在俄罗斯在俄乌那边都干起来了，你这边你大哥都那边你精力都牵扯过去，你怎么来的勇气？咱不知道。所以今天这个消息太夸张了，家人们，就是怎么说呢？炸裂一方面，事出反常也是一方面，全都是让我想不到的消息。可能是咱这个，反正是专业水平在这呢，是不是啊？咱分析不明白了，所以咱今天就探讨探讨。好不好？有人就可能问了，说伊朗的报复行动咋的？开始了吗？我跟你们讲啊，不但没开始，伊朗甚至公开暗示，也不是暗示，说明示了啊。这边明示了说取消这次行动，你们没听错，兄弟们，我也没听错啊，我也没说错，就是暗示要取消轰炸以色列的行动，说往后拖一拖啊。说什么事呢？就8月15号那边呢，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呢这边和谈啊，这个作为这个堂哥堂弟的，咱不能那个影响兄弟们，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这边是挺闹心的，但是我们忍一忍啊，忍个3到4天。老铁们，你们听，而且我跟你讲，这都不是最炸裂的消息，最炸裂的消息是什么呢？那必须来自俄乌这边。你们听我讲完，你们就知道了。真的，现在俄乌跟中东的局势啊，到底已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首先就是昨天晚上，家人们有一个国家突然间站出来说话了啊，所以说我说今天俄乌这个事儿非常大。谁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直接站出来曝光一个消息，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你们听不听炸？你听听炸不炸裂啊？说白俄罗斯的空军以及防空部队还有地面部队全军进入到1级战备状态。我就问你家人们，吓人不？因为人家说为啥呀？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没听说白俄罗斯全军进入到战备呀，对不对？人说了啊，我有理由，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呢已经对白俄罗斯发起入侵了，并且入侵了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领空了。老铁们，你们没听错，说乌克兰这哪儿来的胆儿啊？干了俄罗斯本土，这边又干人家白俄罗斯领空，已经都这样了，乌克兰你还打算双线作战？是不是？刚才我说，不仅对人家俄罗斯本土发起进攻啊，直接入侵人家白俄罗斯领空。当时啊，我看卢卡申科曝光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啥不，家人们？我可不是替白俄罗斯担心，我第一个反应是，我的个妈呀！这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是不是替普大帝担心了？所以说故意曝光这个消息，然后想下场啊，想帮他哥解决问题呀，是不是？有人说为啥呢？因为这次乌军5个旅的援军都已经干过去了。你们没听错，你们是不是就惊讶了？
是咋的？干俄罗斯那天咱不说了2个旅吗？怎么干过去5个旅呢？直接满编满配5个旅，直接干过去。我的个妈呀，那可把俄军打的脑瓜子嗡嗡疼。咱在这儿也不是说埋汰俄罗斯啊，主要是乌军这5个旅在冲破俄军的包围之后、围堵之后，立马人家有规章有制度，啪分散阵型了，然后猫起来了。跟俄罗斯现在干啥呢？你知道不？打游击战呢。哎呦我的个妈呀！你们可别小瞧这个游击战这个威力啊！这次就打这个游击战打的啊！今天最新的情报是什么呢？话说乌克兰现在已经占领8个俄罗斯小镇了，蒙圈不？乌军5个旅占领了俄罗斯8个小镇，是不是够蒙圈、够离谱的了，兄弟们？不是最离谱的，最离谱的是乌军这5个旅的兵力已经开始分头行动了，往别尔哥罗德州和布良斯克州移动了。说到这儿，是不是有老铁就要问了？说这俄军干啥呢？打的是啥呀？说他咋不行动呢？怎么就乌军跟没事人似的，到处能撒丫子乱跑呢？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就是说真怪不得说普大帝下手不够狠。咱讲话了，在发现乌军打游击之后，人普大帝说实话啊，二话没说，直接一个电话走到格拉西莫夫那儿了啊，说什么呢？说现在立刻的马上的咱开始用威亚弹，把威亚弹给我拿出来，看见目标直接给我叮当456给我干啊！不用担心，库尔斯克州20多万平民我们都已经转移了，如果让乌军杀到另外2州，那就彻底完蛋了，赶紧给我干就完了。直接格拉我西莫夫大哥啊，一听这话，就我的个妈呀，那眼珠子一瞪啊，说乌军你给我等着啊，今天你逼老子在对我俄罗斯本土啊，我放温压弹，这账我给你记着呢。说完之后啊，格拉我西莫夫大哥一声令下，直接兄弟们出动了几架苏34战斗机呀，苏34的载弹量非常大，苏34战斗轰炸机，只要看见乌军的重装甲部队，那一点犹豫都没有。我跟你说，哭哭就是嘎嘎一嘎斯温压弹，叮当456跟你上。就仅仅是昨天啊，到今天30来个小时的时间，俄罗斯已经投放15枚温压弹了，炸死了1000来号的乌军了啊。那么说到这，有老铁就说了，说现在温压弹也好，伊斯坎德尔导弹也罢，那俄罗斯都已经拿出来用了，这乌军怎么不彻底离那个完蛋也快了吗？我说实话，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家人们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就想说乌军，你记不记得咱还说过呢？我这啪啪打脸，家人们，我说那乌军那2000来个人在俄罗斯那不是以卵击石吗？那叮当456干死你了，一个都不带给你留的，我也这么以为的。结果我这么一查新消息，我勒个亲娘哎！家人们呐，你们知道有多离谱不？老铁们，原本啊，乌军被温压弹和这个伊斯坎德尔导弹炸完之后，那就彻底崩盘了。哎，甚至都准备进入到潜伏模式，然后死命打游击战了，兄弟们。结果就在关键时刻，离谱他妈给离谱开了个大门呐，大离谱到家了，真的让我感觉就有点匪夷所思，我都蒙圈。我看着新闻，我以为演电影呢。什么事儿呢？库尔斯克州那些转移的老百姓啊，在路上竟然看到谁了呢？看到俄军运弹这个部队了。那家伙浩浩荡荡，兄弟们，130多辆大卡车呀！按说啊，你看完之后，你心里应该明白咋回事了，对不对？结果就是这么有2个难民突然间发神经了，对着那个俄军的运输弹药那个车队嘎嘎一嘎子拍照。哎呦我的妈！拍完之后还传网上去了啊！然后配个文字，还说乌军的死期到了，多气人啊！多气人！那你们想，普通人看完这个消息或者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美西方还有乌克兰人看完这个消息，他能不知道咋回事吗？那肯定不能啊。所以说这个照片啊，前脚发出去，后脚美军的情报机构包括卫星机构直接协同破译啊，嘎就锁定了，就把这个130多辆大卡车的位置路线全给你干出来了。你这不是多气人？哎呀，然后刺激的事就来了，发现车队位置之后，家人们啊，美国人多多少少有点犹豫啊。你知道为啥犹豫吗？因为这个车队在库尔斯克州的这个大后方啊，库尔斯克州大后方。虽然说乌军的无人机呢能干到那儿，但
但是没有地面部队协同嘛，感谢校兵啊，协同阻击，俄军这个弹药车队的损失呢也大不了。那么这么一搞的话，发现这消息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对不对？那怎么整呢？你请好啊，就在美国和乌克兰发愁的关键时刻，要我说就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就怕有大傻子来搅局。你知道谁出来了不？你们都想不到，老铁们，就是天天跳，我觉得他是最先死，真的。如果俄罗斯等腾出手来，他就灭了。你们知道谁出来了不？有人知道不？立陶宛。哎，还有谁？你们说对了，罗马尼亚，兄弟们，他俩出来了，说哎呀，这个距离哥们儿我看了呀，地面部队摸不出去啊，摸不过去，他正好在 F-16的攻击范围之内。就这么的说，你把任务交给我，我来协同乌军的无人机发起阻击行动。那你说美国人都已经说到这儿了，那馒头都给你送嘴边的，你不咬吗？他肯定不能拒绝呀，对不对？于是就这么的，兄弟们，你们没听错啊，这是真事儿，你们去查，如假包换，3架 F-16就这么的浩浩荡荡，就从立陶宛，就从罗马尼亚干飞了。在中途，美国加油机还帮着加了个油，直接就干到乌克兰靠近库尔斯克州这个位置。紧接着，家人们啊，230公里之外，叮当456就对着俄军导弹发射车，那哭就是一顿干，6枚导弹齐射，兄弟们。与此同时呢，这边乌军也来了个配合，50多架自杀式无人机直接干去了。这130辆卡车弹药部队直接干拉稀了，几乎炸的啥也不剩了。哎呀，讲的我都闹心呐，真的被炸啥也不剩了，就包括运送弹药那个俄军也被迅爆产生的冲击波弄死了一大片啊。然后离谱的就更来了，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兄弟们 ，F-16直接对俄罗斯本土出手了，俄罗斯这边没报复。我都不想讲了，我想下播，真的。至于为啥我不知道，咱也不知道，但就这个不动手这个行为好吗？美国兴奋了，妈呀，乌克兰也兴奋了，最兴奋的谁呢？北约也兴奋了，高兴的妈简直的嘴丫里后脑勺去了，甚至连以色列兄弟们都坐不住了。以色列说：“哎呦我的妈呀，哥们儿行啊，哥们儿啊，你这太呢了！上立陶宛还有罗马尼亚。”来，直接贷款给北约送去10亿美元，说你们看这俄罗斯红线都成厕所门口了，那脚垫了，那随便踩。这时候不还手，更待何时啊？那你说北约国家他能干啥呀？原本他就想上，对不对？我说了，北约跟美国对俄罗斯态度完全不一样，尤其欧洲国家就希望俄罗斯死。美国说了，俄罗斯你苟延残喘，你给我活着，你给我耗着欧洲，我才能团结。所以现在一看，以色列都这么大方了，那自己的腚门都没擦干净呢，往北约在那那打佣金，对不对？直接那个贷款，你这不是你我没有此时此刻我不上，我更待何时啊？于是就这么的，有情报透露，大概是在昨天中午，兄弟们，有大概2700个北约的各个国家呀组成的武装部队，具体哪个国家不知道，说已经进入到俄罗斯本土了。你们没听错。我也没说错，就是北约士兵直接干到了俄罗斯本土，然后对着俄罗斯目标叮当456就开始干。然后就在我发愁啊，我就发愁面对北约开始参战，普大帝的咋整啊？这仗打的太拉了，咱就说呀，咱自己关门说，对吧？哎，到这个时候就看见谁是亲哥们了，家人们，谁呀？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直接站出来说话了。说你们叫不叫个玩意儿呢？啊，你乌军入侵我白俄呀？你干俄罗斯我不管，你入侵我白俄了，有没有证据？不知道，就这么说的。乌军你入侵我白俄，所以说我白俄整个全国军队进入到1级战备状态。你说如果是你，兄弟们，你会不会觉得这就是卢卡申科这个好哥们儿要下场帮普大帝摆一道了？肯定会，对不对？但是事实情况还真不是。哎，你们听我讲，我仔细一查，我的个妈！这次白俄罗斯那纯粹是硬薅的，被拖下水的。为
为啥这么说呢？咱分析啊，咱还是看这次乌克兰是咋干到人家白俄罗斯领空的呢？昨天上午，这杜达一瞅，俄罗斯这天天拿捏我，天天宰我神经，天天吓唬我，说什么我让乌克兰停 F-16就干我，这 F-16都下场了，这北约士兵都干你境内去了，你也没咋地呀，你也没啥反应啊。于是乎这哥们二话没说，一个电话干给小泽了，说小泽，哎，你们那边咋样了？俄罗斯是不是没啥反应？小泽说了，那必须的呀，那哥们这是干的老呢了，要不然我乌军5个旅我还能在俄罗斯本土搞事吗？那叮当456就干他啊，什么大毛二毛的，那不叫事儿。那杜达一听这话，兄弟们立马就讲话了，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说明啥呢？老普现在吧，他真不想把这事儿给闹大呀，他不是干不过你，他是不想整你，你知道不兄弟？说明他现在在哪儿呢？他就觉得中东比较重要，哎，就这么的。既然他这种态度，那咱上个月杀进白俄罗斯斩首卢卡申科那个计划，我看也可以推进了啊！就今天就干，我就不信他白俄罗斯真敢用那个战术核武器干我们。小泽一听这话，立马精神了，说行啊，兄弟啊，干就干呢。完事这俩人有多离谱呢？直接把这个计划就告诉美国了。那美国人一听，高兴的哈喇子都淌出来了，说你赶紧干，欧洲越乱，中东这边越好啊，我的优势就越大呀。说完之后，美国人你猜咋的了？直接派过去了30多个高级指挥官，并且成立了一个作战指挥部，干啥呀？指挥波兰和乌克兰部队要对白俄罗斯发起入侵。那你还真别说，美国人办事这一波挺稳妥的。原本这个波兰吧，直接准备了5000多个机械化的部队啊，5000多人呐，打算和乌军3000来号人，浩浩荡荡8000人，对着白俄罗斯来一次闪击行动。结果这个部队都已经准备好，直接闪击白俄罗斯了。美国指挥官一看这不行，你这次波兰的实力更硬啊，是不是啊？你说他不会核爆乌克兰我信，他要是说不会核爆你波兰，我非常怀疑啊。这么的还是经典的，咱就叮当456跟你来个切香肠计划，咱就先试探试探，拿捏一下白俄罗斯的反应，然后再决定要不要闪击白俄罗斯。于是乎家人们就这样式的，在美国指挥官以及情报系统的加持之下，兄弟们，波兰跟乌克兰联军二话没说，这次真干拉了，直接从5个方向对白俄罗斯境内释放了大约37架自杀式无人机。按说这37架自杀式无人机怎么着也得发挥点作用，对不对呀？结果白俄罗斯这边准备的太给力了，也不知道是谁啊，之前跟他联合搞了一款防空的武器，还给了白俄罗斯几套反无人机的系统啊，你们可以猜猜是谁。所以说这次呢，乌克兰和波兰释放了37架无人机，除了有几架被空中击毁之后砸坏了几个建筑物之外，竟然毫发无损，直接被无伤害给拦截了。你们没听错，而且拦截完之后，我的个妈呀，卢卡申科一听说这事儿，当时他都蒙圈了，说这事儿可是大了，可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啊，怎么整呢？现在我大哥那边有点难，要不然我忍了算了啊。但时间就过了20来分钟，突然间一个电话就干到卢卡申科那边了，说你现在可千万不能给我忍啊，我收到情报了，这一次就是试探你反应的，你要是忍了，波兰跟乌克兰机械化部队直接要干你啊！到那个时候，你能直接用战术核武器吗？脚丫子都知道，你也不敢用啊，对吧？他肯定不能啊！你这么的，你就反击，哎，你不用怕他无人机偷袭，你干就完事儿了，兄弟。这话谁说的？咱不能说。但是卢卡申科真接了这么一个电话，卢卡申科一听完这个电话，他有点震惊了。但是兄弟们，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手拿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居然还有人计划想要闪击他，不但要闪击白俄罗斯，还要斩首他呀，对不对？你说这谁能忍呢？那是性命攸关呢。所以电话一挂，卢卡申科这边直接就怒了，说不就是乌克兰吗？对吧？你把老子真往绝路上逼呀，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你做初一我就得做15了，你不忍我就不义了。说完之后，卢卡申科一声令下，让白俄罗斯全部的军队进入到1级战备状态。
并且直接出动19架直升机、27架战斗机，乌乌泱泱直接干到跟波兰包括跟乌克兰在边界那个地方能拦截他们的地方了。干啥呢？你可别以为这是吓唬人去了，白俄罗斯的战斗机到完地方至少干过去12枚导弹，只不过没有报道说明这12个导弹干哪儿去了，没有，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但是呢，白俄罗斯这边行动完之后，波兰和乌克兰现在老实了啊，嘚瑟嘛，老实了，地面部队原地立正稍息了啊，开始用手里面无人机搞偷袭了。与此同时呢，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直接喊话了，说已经把手里面战术核武器全都准备好了，只要开干，第一时间我就干你。我大哥不敢发战术核武器，我敢干你们整个欧洲啊！你就甭管这老卢在吓唬人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就这次白俄罗斯这个行动，我认为啊，一点毛病都没有，对不对？最起码这个反击和不怕开干的态度拿捏住了，摆得明白的。那你说到这儿，兄弟们啊，有老铁就问了，说难道这次咋的？老卢整这么大动作喝着剧了？你是就震慑一下波兰和乌克兰吗？还真要开干呢？我说实话，原本老卢呢，他就是这意思，就想震慑一下。但是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俄罗斯本土被入侵这个事儿实在处理的太拉了，拉到什么程度呢？就因为这事儿啊，已经影响到中东的大局了，兄弟们。所以说这次老卢让白俄罗斯军队进入到1级战备之后，在被人劝说之下，才决定间接介入到这次俄乌冲突当中。对，大家没听错，就是白俄罗斯要间接介入到这次俄乌冲突当中。怎么回事啊？老卢他接到大哥的意思，说现在需要帮帮俄罗斯渡过难关。怎么渡过呀？你让白俄罗斯直接下场不现实吧，对不对？那怎么整呢？老卢一个电话就干到他大哥那去了，普大帝啊，就干过去了，说大哥，我的部队呢，现在我帮你，我负责防守，但是我知道一位防守这是不行的，你这么的，我把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给你开放了，你看怎么样？怎么打你定，这个地方我给你用。于是就这么的，普大帝当时没客气啊，直接干过去4000个瓦格纳士兵，还有驻扎在白俄罗斯的3000名俄军，直接进入到战前准备了。干啥呀？说白了，就是要再次从白俄罗斯这个出发，然后一路杀到乌克兰首都。反正就是闹啊，那你就闹呗，你干我俄罗斯本土吗？那我就不惯着你了。原来我还想留着你，现在我直接从白俄罗斯入境，我干你首都，闹他个天翻地覆。那说到这儿，可能有老铁就好奇了，是不是？说如果真这么整的话，那白俄罗斯虽然是没有直接动手，但是开放边境和直接参战没啥区别呀。你这就不怕咋的？白俄罗斯直接给你拉下水吗？怎么说？还是那句话，白俄罗斯他也不想下水。但现在的问题，兄弟们，我就问你，如果俄罗斯家人们真是败了，或者处理的不好，北约真下场了，我请问家人们，现在咱家直播间3000来人啊，我就问你们，如果俄罗斯处理的不好，北约真下场了，先干俄罗斯还是先干白俄罗斯？老铁们，你们觉得白俄罗斯给我扣波白，觉得俄罗斯给我扣波俄，那必然是白俄罗斯，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整个家人们啊，白俄罗斯是被逼无奈，也就因为俄罗斯本土这个入侵这个事儿，那中东的局势已经直接快废了。今天有个事儿我都不想说，我老闹心了，家人们，简直就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了个大门。我刚才说大离谱都到家了，什么事儿呢？今天家人们，中东之眼最新消息披露了，说伊朗的总统办公室喊话，说不希望对以色列轰炸行动干扰到8月15号的巴以和谈。什么概念？说完之后，这离谱的事就来了啊！俄罗斯4架运输机，家人们直接干到伊朗首都了。有人说干啥去了？卸货又送啥了？不是送货，你们没听错，去拉货去了。真的，俄罗斯4架伊尔76干过去拉货去了，打算从伊朗直接拉走300枚导弹，说急用。真的，我看完这消息我都懵了，就我到现在我都没缓过来劲儿。这真的吗？这是啊？为啥？如果只是缺导弹，那俄罗斯完全可以走海路
啊，这个送的多，而且还挺安全的。他为啥用运输机呀？着急呀，家人们。那你们想，在俄罗斯这么着急的情况之下，如果你是伊朗，你敢在中东搞事儿吗？你敢对以色列发起大规模轰炸吗？对不对？那你以为也门包括黎巴嫩包括叙利亚那些导弹都谁给的？那真是伊朗给的吗？但凡有点脑子都不敢了吧，对吧？现在俄罗斯当大哥的还得从小弟那接弹，而美国这边我勒个去呀，那美军那导弹那军舰那战斗机，家人们呱呱一顿往中东运，这要动手那不纯粹拿头撞大铁门吗？要给表演这个美国人表演自残吗？对吧？而伊朗一旦因为俄罗斯这边不给力，家人们导致他也没办法动手，那你说中东这个局是不是废了吗？布了这么长时间的局啊，要废了的话那损失太大了。俄罗斯他能接受，那另外一个大哥呢？对不对？他能接受吗？肯定不能啊。所以说即便是让白俄罗斯冒险，这事儿必须得这么干了，懂不懂？我一再强调，家人们，我说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儿，以及巴以的事儿，欧洲跟中东的事儿，咱必须连起来看。世界局势就是这么微妙。那么说到这儿，新问题就来了。假使说白俄下场帮着普大帝收拾了乌克兰这档子的事儿，中东那边还能不能给力了？咱说实话，这个事儿啊，真得分开说。首先咱得说说伊朗。你们是不知道，伊朗前脚说完害怕自己轰炸以色列行动会干扰到8月15号巴以和谈，后脚老铁们，你知道发生啥事儿了不？内塔尼亚胡跟美国人听完这事都笑了，笑老大声了，说伊朗你真是白日做梦啊，你想的还挺美呀。我今天我不但要让俄罗斯在欧洲这摊事儿给我爆了，我要让你伊朗也直接给我废。说完之后，美国送导弹提供卫星支持啊，然后内塔尼亚胡一声令下，兄弟们，今天内塔尼亚胡35架战斗机都干出去了，对着加沙第2大难民营，我告诉你，今天是无差别轰炸，知道吗？无差别轰炸，炸到什么程度？仅第一波干啊，就干死了100多个难民，还有700多个人直接受伤，里外里干死了将近800个人呢。而且这只是一波，家人们，后面还有第2波、第3波呢。35架战斗机呀，美国送的导弹我都不敢想，这次加沙能炸死多少个难民？那你们想，美国跟以色列这事儿为啥要这么干呢？说白了，明确告诉伊朗，告诉全世界。刚才我怎么说的？我说和谈不可能一点点，和什么谈？都把人家难民又炸了一波难民，你真想和谈？你炸人家难民去？在以色列眼里面，所有加沙人都是哈马斯，不把这些人全都干死，巴以战争就停不了。至于你伊朗说什么轰炸以色列会耽误巴以和谈的，全扯淡，你不用担心，我根本就不想和谈。说白了，现在美国跟以色列就是盯准了，俄罗斯已经被乌克兰5个旅还有北约2700人给拖住了，他根本没办法在中东这边帮伊朗，甚至还从伊朗借了弹。所以说美国跟以色列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就是恶心，就是刺激你，给伊朗上一个极限无敌的压力，逼着伊朗干啥呀？动手。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伊朗出手的话，没有俄罗斯的帮忙，他能有什么大动作吗？可是不出手的话，彻底完蛋了。所有人都会觉得伊朗就是个大怂货，对吧？哦，不对啊，其实伊朗说害怕耽误和谈的时候，我估计大部分人已经把伊朗当成大怂货了，对吧？刚才有人还说怂的吗？但是老铁们，我就问你们，家人们，你们觉得伊朗真怂吗？如果说怂的你们没思想，他真怂吗？我跟你们说，绝对不是。伊朗这次是真被俄罗斯给拖后腿了，知道吧？有一部分原因，就像这次以色列对一个难民营无差别轰炸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我内伊哥直接怒了，他也不管俄罗斯是不是跟上了，直接二话没说呀，兄弟们，释放了4架无人机，奔着美军航母就干过去了，而且直溜的就干到美军航母的甲板了。当时美军看完之后那叫一个狂，说你装什么装啊？你无人机你干我甲板，你给我来，你过来呀，你试试啊，对不对？结果这个哈梅内伊呢，那是发狠了，真急眼了，直接就命令1架无人机朝着美军直接那个航母叭就干过去了。虽然说这次伤害微乎其微，但是这个动作最起码证明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那就是伊朗现在是真敢跟美军干呢。
就这你能说他怂吗？要不是这边拉裤兜子了，沦落到当着所有人的面真从伊朗把弹给拉走了，美国人他敢这么狂吗？而且我跟你们讲，大家你可别一听说无人机撞甲板就说根本不算啥，这不算啥，那是你放平常说的。现在兄弟们，抵抗之乎所有人都盯着伊朗行动呢，他就这么一个动作，那已经非常有代表性了，知道吧？就像这次啊，看见哈梅我那一哥直接下令说无人机撞罗斯福号的甲板，你们知道最震惊的是谁吗？有老铁会说了，肯定俄罗斯，那俄罗斯震惊了，还有说是以色列的，对不对？我跟你们说，都不是。最震惊的是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一看这眼珠子瞪出来了，为什么呀？在他的视角里面，现在俄罗斯拉了，伊朗不敢这么搞，知道吧？那么伊朗这么搞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伊朗背后还有大哥，对不对？那俄军在叙利亚啥表现，巴沙尔都知道啊。但是另外一个大哥什么表现，什么手段，那巴沙尔再清楚不过了。他不相信俄罗斯，他还能不相信另外一个大哥吗？所以说一看伊朗这次无人机叮当456干到甲板这个操作，叙利亚总统二话没说，老铁们直接公开说了，说我跟你说，说出来一句我认为是今年我最想听到的一句话，什么事儿呢？巴沙尔要求美军立刻马上从叙利亚给我滚出去，并且警告说，如果美军不撤走，而且还要继续搞破坏，叙利亚政府军就会发动军事行动。我说真的，对于叙利亚我一直觉得他们挺可怜的，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知道吧？太怂了，就是你说黎巴嫩被炸了还知道报复一下，叙利亚啥时候报复过呀？就中东这帮人就吃饭睡觉打叙利亚，谁欺负就是谁挨欺负了都干叙利亚去。所以说他终于硬实起来了，直接要让美军滚出叙利亚，真事儿，而且还发出最后一样通牒一样，就给你威胁你。你们可能会说这叙利亚就是弱者发个威胁，那不是开玩笑吗？ OK 了，家人们，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没问题。但是今天家人们有一个大新闻，大家必须得关注一下，什么事儿呢？新华社北京8月11号，老铁们10点15分的报道，驻叙利亚美军老铁们直接遭到大规模的袭击，你们没听错，叙利亚总统刚对哪儿呢？刚对美军发出威胁，驻叙利亚的美军就遭到大规模袭击了，而且这次用上大规模这仨字来形容，你们知道这次有多大的含金量吗？按照报道来说美国目前驻叙利亚有900人，但是光是这次袭击就导致100个美军受到影响，死活咱不知道，我没看报道，我不能胡咧咧，反正美国人说了他们在治疗呢。至于袭击者，美国人他不敢说是叙利亚政府军干的，但实际上这次谁干的，那大家清清楚楚了，对吧？所以这事怎么说呢，家人们之前中东跟欧洲的俄乌这个俄乌是分开的2场战争，但是这次家人们，我讲到这儿，你们还觉得说俄乌是俄乌，巴以是巴以吗？欧洲是欧洲，中东是中东吗？那是不可能了，兄弟们，未来中东怎么走向，怎么发展，不能只看中东，必须连着俄乌这边一起进展来看，这样才能看明白中东，才能看明白世界，才能看明白欧洲啊，对不对？至于伊朗会什么时候行动，他还会不会行动，你们觉得会的给我扣，会不会的给我扣，不会，我只能说伊朗没怂。经过这次俄罗斯拉裤兜子之后，我跟你们讲，伊朗非但没怂，反而极有可能憋个大的。感谢刘老汉现在所谓的怂，那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用不了多久，家人们，我告诉你，中东必然爆，你们信不信？这个判断依据什么呢？就是依据于伊朗的反应以及中东这些大国的反应。怎么个反应方法，一会儿给你们讲，后续更加精彩。今天老铁们不但输出内容精彩，而且今天咱们的货嘎嘎一嘎子，你们知道吗？前2天我跟你说了，